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的是川普對格陵蘭的這個態度，要拿下格陵蘭的態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強硬，但這一回突然間在態度上面轉向了。他現在說呢，針對許多的國家，他要取消關稅之外，現在是難道已經暗中要拿下部分的土地建美軍基地了？所以他態度軟下來嗎？等一下我們會來做解答。好，我們先來看到是被視為是，難道川普真的塌口了嗎？因為他說呢，不會再對格陵蘭武力威脅了，還決定取消先前祭出的這一系列的相關的關稅哦。那麼他還透露說，這個比較震撼，他說跟北約秘書長呂特已經達成了一項框架上面的協議，內容來自於《紐約時報》的報道說，這個協議的內容可能就是丹麥。會把格陵蘭島上數塊小面積的土地全權的交給美國，方便美國在這邊來建設軍事上面的基地。那麼這個方案也類似英國當時設於塞浦路斯的基地的協議的內容哦。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呢？為什麼川普突然間要取消對於歐洲保衛格陵蘭的一個關稅協議？他是塌口了，還是他真的手上已經握有他想要的，跟呂特都談好了？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這一次不能把川普說成是塌口啊，而是高明的一個騙術啊。這個高明的騙術是他跟他的兒子啊，乾兒子呂特啊，他們合演了一場大戲。這場戲演得十分精彩。我們看到了歐洲也都開心，說哦這樣子解除我卻不得不在道義上挺丹麥的這個困局啊。所以我們也看到歐洲大部分的國家也都知道，倒霉的就是你丹麥還有格陵蘭，你們已經被掏光了，但是沒關係，我安全下莊了啊。所以德國、英國、法國等相關的國家都覺得，我可以繼續把這個戲演完。你看我還是很有道義的哦，我有出兵哦，我有幫你捍衛正義哦，我有說格陵蘭永遠是屬於這個丹麥的。果然格陵蘭真的是永遠屬於丹麥的。但是我為什麼會一開始我就說這是川普跟呂特他的乾兒子合演的一場大戲？這個是這樣來的，美國有沒有出一兵一卒？沒有，什麼兵沒派什麼錢也沒花，因為本來還說格陵蘭人每一個人可以拿到10萬美金，現在1毛錢都不用給。好，那現在已經講好了，就是這個把格陵蘭的地圖標上去，就放在白宮這邊來。那川普就把農業部長找來說，你看看哈，這個哪一個經濟海域或者是哪一個地方是有開採的價值？這農業部長就看一看以後就說這塊可以，這塊可以。川普說好，然後接着就把經濟部長找來了，哪一個地方是稀有金屬那個稀有這個稀土，還有就是這個金礦區不錯的地方，這個經濟部長就在那邊畫一畫，然後再把這個國防部長找來，你看看五角大廈的幾個軍閥這個就過來了，看了以後就說這個地方不錯，可以蓋軍事基地，這個地方可以蓋金瓊，這個地方不錯，好，都弄好了。那這個時候，川普就說好，這幾塊都是飛地了，從此以後不屬於丹麥的，也不屬於格陵蘭，好的地方都被川普拿走了，所以他的主權不再屬於丹麥的跟格陵蘭的，那永久由美國人使用，美國人也不用在那邊這個把它變成他的，他只要变成是他的飞地就好了。俄國也玩過這個遊戲也玩過好幾塊飛地美國跟英國也玩過好幾塊飛地這塊飛地就永遠屬於這個川普的了。所以這些飛地的地方，美國人就派人就開始礦產商開始挖礦啦，這個稀土工廠就建立起來啦，然後這個軍人就開始工兵開始整地啦，然後就把它整起來，一大片地。其實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拿走10萬平方公里，坦白說一點點而已。對，200多萬平方公里，可是不要忘了，格陵蘭大部分的地都沒有用，就少部分的地有用。川普就把他要的地都拿光了，那剩下的爛地就丟給你丹麥跟格陵蘭，你們自己去治理，自己去防衛。這個多聰明啊！2個人乾爹跟乾兒子合演一場戲，歐洲人就睜眼閉眼一切皆大歡喜，格陵蘭都守住了。你看，我們都有道義真的，那就是丹麥
看着他的這個有稀土礦的土地，還有好的地方就被美國人拿走，就這樣而已嘛，厲害呀！好，沒有他夠。是不是川普跟這個秘書長呂特已經私下談好了一個秘密的協定哦？這個我們會持續的來做觀察。那確實，剛剛老師幫我們特別提到了這個有關於飛地。那接下來美國到底會怎麼樣拿下格陵蘭？現在說有3個方法，除了紐時特別報道的這個塞浦路斯的基地模式之外，也就是說保留主權。那實際上美國來控制戰略要地，這是最新的一個第3種方案。但前2種方案，其實我們昨天也有說過，是華爾街日報說的，可能採用的是自由聯合協定 COFA 的一個模式，跟當時密克羅尼西亞簽訂的方式是一樣的。那另外一個方法是川普可能採99年的租約模式，類似香港當時英國當時租借香港不直接併吞的方法，但是實質掌控。賴委員蔡委員怎麼看？覺得可能是哪一個？3個混合模式都有可能哈。塞浦路斯模式是在1960年，塞浦路斯從英國的殖民地獨立為一個共和國的時候，當時啊，把2個塞浦路斯的港口，那麼直截了當宣布為英國的主權基地，換句話說，等於英國的海外領土，從來不屬於塞浦路斯。對於這個塞浦路斯的農民啊，或者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到這裡面去種植，但是塞浦路斯的政府在裡面沒有任何權利，因為主權完全屬於英國的，所以立法、司法什麼全部权利、行政權利都是英國的。哦，這是叫塞浦路斯模式。美國有沒有可能要求買下一部分的重要的基地的永久領土權啊？有可能，有可能。再來，什麼叫 COFA 模式叫英文叫 Compact of 這個 Free Association， 這個翻譯成自由聯繫哦，這聯合是騙人的啦，自由附屬。Association 是附屬，就像副教授叫 associate professor 一樣道理。怎麼叫做聯合？那個字中文怎麼翻都不讓聯合，那是美國用來騙中國人的啊，它翻譯成聯合，叫自由附屬協定。那最經典是誰？帛琉啊，就是說你國防外交全部交給我。但是這個 COFA 模式有個條件，格陵蘭要獨立，格陵蘭不獨立就不可能有 COFA 模式。那格陵蘭可不可以獨立？很容易獨立啊，一點都不難。那這個可能丹麥要同意它獨立，它獨立一個國家，然後其中呢，這個就跟美國簽這個 COFA 國防外交完全交給美國啊。第3個香港模式是既割讓又租借，香港本島是割讓的啊，然後那個尖沙咀也是九龍也是割讓的啊，但是新界是租的。所以香港基本上是租99年是新界，你說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格陵蘭變成混合模式呢？其實香港模式已經涵蓋了塞浦路斯模式啊，但是跟那個 COFA 模式，等到格陵蘭獨立才能夠做這些事情。那川普大概等不及了，對，所以一定會先下手為強。我同意這個賴教授講了，他這一次沒有 tackle， 這次踢口哦，踢得很厲害。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嘴巴上說不威脅格陵蘭，但是實際的行動其實也都沒有停下來。我們要來持續看到的是他在格陵蘭的最新的部署，在軍事上面，這是來自於北美的防空司令部1月20號最新說的。他說，仍然是從美國和加拿大的基地派出了數量不明的戰機，已經飛往格陵蘭參加一場籌劃已久的演習。那目前我們做了一個統計，美軍在格陵蘭這邊的相關基地已經部署大約200人。稍微回顧一下，在2025年的10月的時候，美軍派出了2架 F-35、2架 F-16和3架的 KC-135加油機，在這邊曾經做過這種作戰演習。那大家還記得嗎？當時歐洲國家總共是7個國家派出了部隊，刻意到格陵蘭這邊參加這個丹麥的演習。那這一次美軍又大動作的派的一些軍機駐派在格陵蘭，是故意要跟歐洲國家來做示威嗎？那目前美軍在這邊的基地戰力到底又有多強？川普又想要擴張多大？厲將軍怎麼看？我覺得川普這次確實是踢到鐵板了，他自己縮回去了。那昨天在達沃斯的論壇上面，他講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個就是說，他不會對這8個國家，本來說要課10%的關稅，一直到這個他拿到格陵蘭。那如果說是在6月1號還沒拿到的話，這個關稅要提升到25%。那這次來講，他說他昨天在論壇上面他說他取消了不再課稅。第二個來講，他也承諾不會用武力來奪取格陵蘭。
但是之後來講，他幾乎全部在抱怨這個整個歐洲啊，那從頭罵到尾，每一個都在抱怨。其實尤其是跟丹麥最有關係，他狠狠把丹麥損了一頓。他講怎麼講丹麥的呢？他說丹麥這個以前都是我美國在保護你們，你們現在不知道感恩圖報，不會把格陵蘭主動讓給我。他為什麼講這句話呢？因為在1941年的時候，那是2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丹麥沒有能力保護格陵蘭，怕被德國納粹所佔領，所以美軍那時候確實是有出兵去保護到格陵蘭那丹麥多久時間投降了？6個鐘頭。好像當年你們對不對？你們丹麥6個鐘頭你就投降了，那你現在根本就沒有能力，是靠我美國來保護格陵蘭的。現在你不知道感恩圖報，他大概对於格陵蘭对丹麥。反正你就看出來，昨天那場演講川普就像是一個小孩子，硬要這個跟全班獨霸一個玩具，那全班的同學不給他，他就在那邊抱怨全班那我覺得，當然美國現在這次來講的話，他這個演習他總共是200個人。其實在這個杜魯門2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杜魯門曾經揚言要用1億的美金買下格陵蘭，但是那時候丹麥就不賣。那這個杜魯門就說好，你不賣沒關係那你還是我們來簽一個共同協防的條約，包括美國、包括加拿大、包括丹麥，因為畢竟來講，美蘇冷戰的時候，格陵蘭確實是有很重要一個地緣戰略的位置。那聽說美國也曾經在格陵蘭這邊有一個冰蟲計劃在這邊部署了很多的這種核導彈部署在這邊，因為必要時候他要對這個蘇聯發動核子攻擊，就從這邊發射。聽說這個核導彈還曾經這個造成核外洩，然後美國將這些冰塊全部都搬回去。所以這次的演習並不是真的是要大，而是他們本來既有的軍事協定在這邊做這個演練。那美國來講，我覺得如果說你基於北約的立場來講的話，你大可以用這個軍事協約，用合約。我想說，就整個北約國家他也非常樂意你美國來協助保護整個歐洲的安全嘛。但你不要用這種豪奪的方式，然後講出一些很丟臉的話。我再講一下，昨天講了很多個笑話，你知道，大概大家都會注意到。第一個，他講格陵蘭說成冰島，冰島是冰島，格陵蘭是格陵蘭，他講錯。第二個，他還講中國他講中國沒有風力發電，這個他說中國來講，光去賣風力發電的機器，但他自己都沒有風力發電。我想4月份他到中國去旅遊的時候，去這個習近平跟他見面的時候，是不是中國應該安排一場他到新疆的一場去看一下那個風力發電？不然川普真的是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好，謝謝酈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